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赵世界什么都聊。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来自于加拿大的 Justin 阮景熙先生，应该叫你医师吧？可以，没问题。OK， 好，刘教授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好，各位 Avomi 的观众粉丝，你们好，新年快乐！首先很感谢 Avomi 全球直播专访赵世界专栏的邀请，让我在这个平台分享我对自闭症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谢谢。OK， 现在你在加拿大的时间应该是凌晨1点钟吧？我是西岸，所以在温哥华那边，所以是晚上10点钟。哇，加拿大的区域这么大啦，时差这么大。对啊，对，横跨对，所以是有2个时区的，对。哦，它是跨了2个时区啦。对。OK， 景熙啊，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关于这个自闭症，对不对？对，其实很多父母都关心，对，都比较关心哈。其实自闭症的这个陪伴孩子是终身的一种成长障碍，这个你认可吧？我认可，对的，对吧？所以一般来讲，这种症状大概在3岁之前就会慢慢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症状，对不对？3岁以前慢慢它就会出现的嘛。所以每一个自闭症患者他所呈现的这种心理特质、优势以及改进的地方都会不尽相同哦。所以自闭症是什么？你可以跟大家讲讲吗？自闭症是什么？自闭症是什么？其实可以说一个普遍的一个症状就是缺乏社交的能力缺乏社交能力，可以这样来理解。对 ，OK。但是每个自闭儿的特征都不同的，都不大相同。但是唯一能够就判证的时候，就可以说就是缺乏社交能力。对 ，OK。所以自闭症它属于先天性疾病没有办法通过开刀啦、吃药啦等等治疗方式来治愈成功。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所了解的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对。好，那自闭症的原因有哪些？比如说脑损伤啊、基因突变啊，这个都比较常见的吧？对，其实我有个 PPT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啊，你可以 share play 一下你的屏幕吗？好，看得清楚吗？非常清楚，你可以直接说。对，这就是我的主题家有自闭儿，父母该怎么办？因为这个是很多父母都问我的问题，对，所以呢，很开心可以在这里分享。对，好，那么在你的这个 share 之前我们先来讲几个问题说，首先我们是不是要先协助一下我们的家长怎么来判断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种所谓的自闭症？该怎么来判断？其实有好几个很普遍的症状，比如说他们小孩他的眼神呢，一般的孩子呢，你都会跟他有眼神的交流，但是自闭儿呢，自闭的男生是女生，他是眼神的接触、眼神的交流是很难的，有些呢比较难，有些甚至是刻意避开你的眼神，这样子的，刻意来躲避眼神，对。所以他有几个症状我今天因为今天采访你是个很专业的领域所以我自己也做了点小功课其实自闭症的几个症状，我来讲看我讲对不对首先第一个，他的语言沟通跟人际互动方面会产生障碍，对不对？他对外界的事情不感兴趣了。对，可以这样来理解吗？可以，因为他们这么说，他可能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在自己的世界，他已经觉得很满足了。他在自己世界里已经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是什么，就是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外界都不感兴趣，外界的都没有什么吸引他的，所以他情愿在自己世界。对 ，OK。那第二个，他会
局限他反复固定的行为跟兴趣，对不对？比如说他会不停的转圈圈啦，会用手在眼前这样晃来晃去啦，或者前后摇摆身体啊等等之类的，是他的另外一个症状，对吧？对，有教授说的很对。所以呢，其实有些不知道你会不会在公交车啊，还是地铁，还是出面，甚至街上看到有些孩子他大声大闹，或者是有些很奇怪的动作，就是前后身体在摇动啊，手不动在动那样子。对，好像很奇怪，但是真的他们是控制不了的，因为他们不这样做呢不舒服，他们里面有一些能量，他们要吸出来，所以其实有些不明白的人，他们会投以奇怪的目光，但是其实做父母，哎呀，看到自己小孩其他人也难受啊，对不对？对，也心酸。对，但是没办法，这是其中一个症状。对 ，OK。好，那么自闭症治疗的几种方式哈，药物治疗有没有？药物其实呢，可能在就是表现出来的，它没有办法根治，对，没有根治，对，它只能去控制它，比如说躁动，它的不能注意力集中等等的这种，只能靠部分的药物来缓解它的一些症状。对，还有是短暂的，对，只是。那第二种我们比较常见的应该是传统的心理治疗了吧？对，然后再来住院、行为治疗等等，我想这个是比较传统的。那今天我们把时间交给景熙哈，Jessica 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以你的专业经验来讲，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说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来做一些治疗，好不好？好，那麻烦你了。没问题。好，那让我看看我的 PPT。OK。好，家有自闭儿父母该怎么办？现在看得清楚吗？非常好，您可以继续。对，好，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行为治疗师，对，就是专注于自闭症的。我现在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当研究生，就是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对，然后现在是专门治疗教导自闭症儿童。然后我这个分享有2个部分 ，OK， 上半部分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家有自闭儿嘛？第二部分就是父母该怎么办呢？所以很多父母都在问我家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做宅男宅女打电动他们是不是有自闭症对的，因为家长会担心嘛。对我家孩子不想跟人交流，常常在家里一些健康的社交活动他不去，我情愿他出去玩。对，其实呢，自我封闭不等于有自闭症的。其实呢，对，是一个迷思。对，其实呢，自闭这个翻译呢，其实有不太准确。英文我们做 autism， 但是中文你翻译成为自闭症，其实不太准确。OK， 自我封闭不等于是自闭症，所以我们看看，其实不与人交流了，其实也有分3个类型的。我们看一看，第一个想交流，但是有3个，就是害羞型。对。第2个是逃避型，第3个是比较孤僻型。OK， 那我们仔细看看每一个，就是比如说害羞，他其实呢，他是想跟别人相处的，对，他是想的，他心里是很想的，但是他的行为呢就逃避那为什么呢？对，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学校，一个特殊学校，你们教，然后有好几个孩子呢，我们做一些分组的游戏活动他们害羞，他们不想参加，他们说 no，
但是他们在远处呢，会一直看着我们，他一直我们在参与笑的，其实对，其实他心里是想参与，但是呢，他在远处看，所以但我们说啊，过来吧，过来一起玩，他说不要不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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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 no no no， 其实他在害羞，所以这个呢不属于自闭，对不对？不属于自闭，其实我是说不等于自闭不等于自闭，所以对对对，所以正常人也有害羞型，自闭的也有害羞型，所以我是说，我是跟家长说，你要先了解你的孩子是哪个类型。对，如果他是害羞型的话，那可能他是自信的问题，所以你要增加他的自信，慢慢一步一步来。对，是另外一个是逃避，他心里完全不想交流，所以他不会在远处看，他是越远越好，他跑得越远越好。所以可能呢，他是有严重的不安啊、忧虑啊，他觉得很好，跟别人相处太多忧虑了，所以呢，他情愿自己一个他更舒服，所以他情愿逃避。好，这个是第二个类型，第三个就是比较孤僻的，所以他可能身边很多小朋友在他身边玩，他没有兴趣，但是他也没有逃走啊，他没有逃避啊，所以呢，这就是可能他觉得自己一个我更对外界在一起就好了，我不需要跟你交流。对对对，但是也没有讨厌不反感，所以他就是比较孤僻。最后就是社交型，他又想交流又没有逃避，那就是社交型。所以但是其实我要提这4类型，其实因为我想安慰一些大部分的家长，跟他们说，其实呢，不跟别人交流了，不一定是自闭症，可能他们是害羞，可能他们逃避，可能他们比较孤僻，但是不等于自闭症，因为刚才教授你说的对，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一些病症才可以算是自闭，还有它是先天的，然后它是脑部神经的系统的问题，所以是对精神的问题，所以其实还有不是那么普遍的。其实在美国啊，44个小孩只有1个，所以100个只有1、2个而已，所以不是那么普遍，所以几率是不是很大的？所以家长们其实可以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如果你的小朋友真的有以下这6个病症的话，那你真的要小心，要留意，对，要特别注意。第一，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就是缺乏眼神的接触，他们甚至会避开。对。第二个，语言，他们呢2到3岁其实也开始一些简单的用字都可以了，正常的小朋友。对。但是自闭症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只可以发一些声音，但不可以有意义的语言，他们做不了。可能自闭也可以因为自闭跟这个迟缓是很难判断的。有一种迟缓儿有没有？对对，其实很多自闭也会迟缓，所以这互相的混合在一起，所以很难就是分得那么清楚。对，很难区别。因为我看我很多的身边的一些案例啊，很多人把这个自闭跟迟缓混为一谈，其实这是2种病症呐。对对对。其实这是2种病症。对。对，其实迟缓呢是学习啊，或者是智商这样子，但是自闭呢是社交的能力。对，但是他们会同时会混在一起，这是病症会混在一起是有可能，但是有些自闭症的小朋友很聪明的。对的，很多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比较典型你说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爱因斯坦也有自闭症啊，小时候。
是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是柳教授你跟我说的，对哦，原来是如此，对，但是他非常聪明，他很聪明啊，对不对？你说 Maslow 他也有自闭症啊，他也很聪明啊，只是说他慢慢的调整完自己以后，可能经过后天的学习，后天的这种成长，他慢慢把自己的另外一面自闭的这个症状给压制下去了。所以就按你说了。其实自闭是可以做心理疗愈，可以治疗的。虽然治不了根哦，但是起码他这种症状是可以治疗的，对不对？对对对，起码可以改善，起码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对，因为说到尾都是脑部一些神经的问题，所以没有根治。但是很多的生活习惯或是生活的一些调整，对，是帮到他们的。但是他们是很聪明的，他绝对不傻的，他很聪明的，对，很聪明的。对，我曾经跟一个孩子哦，大概17、18岁，现在应该有20、30岁了，他的父母也是发现他的一个症状，就是他不爱跟别人交朋友。可是后来呢？他的医生把他判定为迟缓儿，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哈。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对他的智商去重新做一个所谓的鉴定？结果你知道他的智商多高吗？186。哇，那智商很高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智商这么高，你不愿意交朋友呢？他只有给你回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跟他们交不了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想法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们太幼稚了。也有啊，因为他这种世界的隔阂也是属于他自己来的嘛。对，所以自闭儿不等于迟缓，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自闭儿不等于迟缓，而且自闭儿大部分都很聪明。我可以这么说，对吧 ，Justin？ 对，所以。当然，有些自闭儿呢，有些会迟缓的，有些很聪明，有些很迟缓，比较少数。所以有些症状是一起出现，就重搭在一起，所以有些有些是很难判断，但是真的有些是很聪明的，所以千万不要看小他们，真的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因为他们只是社交的问题而已。对，好，这是你继续，打扰你了，你继续。没有的一些互动是很好的。OK， 对，第三个就是重复的字句、重复动作，你刚才都有说过了公交车看到一些小朋友不断的摇啊，对，摇晃，对，然后。重复字句，比如说我学校有好几个呢，他很喜欢一个歌曲，他每天都要听，不听不舒服的，对，很有趣的对了，每一次他做完功课，我们要他做一些数学题，做完之后就奖励他听那首音乐，他就很开心，每天都听同一首，所以他是很容易满足的。他听不腻的。完全不利，所以这就到我的第四点，就是兴趣非常的狭窄，他们只对一到两个东西感兴趣，但是他们非常的专注，他们会深入的研究，非常的仔细，很细腻。所以你刚才说那些发明家那些数学天才他们根本对其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呀。对，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就只专注数学，只专注于发明新的东西。是，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聪明，但是他只于1到2个地方擅长。你叫爱因斯坦去弹钢琴、去爬树、去游泳，他好像一个傻瓜一样。但是你叫对他不懂，他也不愿意，他也不愿意，他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他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可能是很困难，因为他不感兴趣，就不会投放精神实践下去，所以
他觉得很难，但是数学是很简单，对，所以他喜欢嘛，对他喜欢，自然就会投放时间精神，对， OK，所以但是呢，也有些自闭儿呢，他的兴趣是不是那么学术的学问的？他可能是对车，男生呢可能对车、对火车有兴趣，所以呢，我学校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只玩小火车那些玩具呢，其他不玩，完全不玩。其他的卡通片他完全不看，他也不看，不看，只看火车，只看车类型的东西。你奖励他吃的东西，他不吃。看 YouTube 他不看，有些小孩已经看 YouTube， 对，他们都不看，看电视不看，只要火车一些小火车给他，他就很开心了。对，所以很容易满足，很容易满足。但是如果你不给他的话，他就大噪大吵大闹给你一个很难的一个时间。所以第五个就是不能变通，也是他们的其中一个特征。他们很难适应任何的改变。如果每天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学校每天的时间表都是固定的，对，他们就没问题，很好。如果有一天有什么改变呢，他们会很难适应。对，比如说我们每天开始都会每一天开始我们会唱一首歌，然后我们围圈圈，然后玩一个小游戏才开始的。有一天那个音乐老师他病了没有来，所以我们弹不了那些音乐，他们大吵大闹，他们完全不能够接受，脱序了，他没有在这个规则里面了。对，他们所以很难变通。你说哎呀不要紧啊，一首音乐而已没有那么夸张，真的他们就不能继续去跟着当个时间表一直继续，所以呢是很难适应。第六个就是他五官呢对环境的刺激是异常的敏感，比如说噪音很敏感的，小的噪音对他们来说可能在他们的脑海是非常的骚扰的，所以是完全对他们来说是不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一般人呢会觉得我现在在直播，所以不可以。对，我妈妈她给我一点东西，没问题。好棒啊，好幸福。对，我妈妈对很幸福，我很幸福，因为跟妈妈住，所以太幸福了。跟妈妈打个招呼吧。他已经出去，没关系。对，对所以噪音呢，可能我们可能可以接受，但是小的对他们来说都不可以。另外就是触觉，就是对触觉，他们的很敏感的，很灵敏的，但是呢，有些所以他对某一些衣服呢，他们不可以穿的，因为他们不舒服，太刺激，对，尤其是他们衣领后面那个 label， 那个对，常常上面挂牌，对，上面教你怎么去洗它，不可以放在干衣机那洗衣机那些挂牌是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是对很敏感，常常骚扰，我们可能就我们无所谓啦，但是他们对无所习惯，他们完全不可以忍受，所以常常会有这些问题的。他们买衣服或者是某些衣服的质料，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对，很高的要求，可能所以是要很柔顺的那样才可以。好，
第7个就是其中一个特征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经常都会独处，对，一个人独处，对，一个人独处，但是不是唯一的病症，所以大家不要以偏概全，都只是其中一个，就是独处，对。OK， 好，但是我想提出一点，就是其实呢，有自闭症儿童啊，他是很想跟别人交流，但是先天缺乏社交能力。比如说，我学校常常有一个孩子，他是很想跟别人说话的，每天来了都上学，他很兴奋的，看到老师，他一看到我就抱着我，然后说啊，老师，我今天很开心，然后我昨天晚上做了很多东西，我看电影，我做了很多很多，他是很热情的，但是他有自闭症，是不是很奇怪这样子？他没有方法， 对不对？他缺乏这种社交的方法。那像这个可以训练吗？这点对，可以训练，可以训练。我是想说，这是轻度的自闭症哦。轻度的自闭症呢，你跟他相处10分钟，你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他好像很正常，然后很热情。但是可能相处到15分钟、20分钟谈话呢，你开始发觉啊，有一点奇怪的，什么奇怪？就是他一直在说自己喜欢的东西，他没有给你机会说话，他只有想表达自己，让你知道。对，可以这样理解吗？对，所以在我们普通人呢，在聊天啊或者谈话，我们会英文就是交流，对 ，take turns。我先说，然后我会让你有说几句，然后我又说几句。他们不懂的，他们一直自己说，不断说自己喜欢说的东西。是，所以还有第二个，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比如说啊，我今天我很想聊关于车的东西，但是聊了5分钟，我觉得啊，好像你没有那么感兴趣。我会懂得转移话题，他们不会。对，他们不会，他们感应不了他们接受不了那个信息，他们感应不到你没有兴趣，他看不出来，他就一直就很想跟你说很多东西，对，所以这些都是轻度自闭症的，也是自闭症的一种特征啊，可以这样理解。对，就是社交能力缺乏问题。对，就算他很热情，不代表他们社交能力很高，对，不代表他们好，所以呢，就有这个分别，对，所以啊，这我就说了，有轻度、中度、严重，严重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是，所以可能会迟缓，可能他们智力因为学习问题，智力也跟不上其他同龄的小朋友，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学习都是一个交流嘛，都是老师跟学生的交流嘛，学习都是老师要说，你要听，你要专注，所以如果他跟交流有问题，都太严重的话，都会影响到学习，影响到智力的。是，所以严重的话呢，很多都是比较迟缓的。所以我可以这么说，爱因斯坦啊，或者其他发明家啊，他们可能是轻度或者是重度，对，没有那么严重的。对，然后下半部分我可以说父母该怎么办呢？如果身为父母听到刚才那6到7个病症好像我孩子真的有，
我当然去建议你你去跟你当地的一个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学家临床的心理学家去做一个检查，但是如果没有那个环境或没有那个条件的话，附近对条件的话，其实呢就要留意自己怎么管教小朋友，那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可以简单说一说我们我现在读了这个研究生，就是个课题，就是应用行为治疗。对，我们英文就是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对，就是根据行为科学，行为科学，对，行为科学呢是心理学其中一个分支，对，其中一门课，对，当然心理学呢是很广泛的，是太广了啦，对，很广的，对，所以行为科学是其中一个，对，然后是比较可以这样说是比较实在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心理学好像很不实在，好像在吹牛。其实不是的，其实它很实在的。对，好像好模糊，好像在猜你心里想什么那样子，好像一个魔术那样子，其实不是那样子。对，是一个科学，尤其是行为科学呢，是非常的讲究一个实验的过程，因为我们是分析，我们还要预测人类的行为。对你好像说预测哇，好像是好像魔术一样什么其实它是很科学的。你看Justin，对，你看我们这种警察办案犯罪心理学、行为学有没有？其实它是非常科学的，可以通过你的行为来判断这个案件是什么情况，可以通过判断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其实这个非常科学，这个已经不虚渺了，不是像以前的，对不对？这个已经非常实在了。对，尤其是行为科学是非常实在，因为我们我们很简单说一说，就是我们会根据那个前因，还有之后的行为，还有之后的后果去研究，去分析。对，其实是很简单的，是日常生活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就会明白。比如说是怎么改变行为，怎么预测行为呢？很简单，我们就说良好的后果就会增加行为，不良的后果就会减少行为。其实很简单的，比如说一个小朋友，父母说：“你不要碰火火是很热的东西，不要碰，你会受伤的。”他不听，他要试试看，他要尝试火很有趣我去碰一碰，哇，痛得不得了，烫伤了不良的后果那都会减少行为，下次不敢了嘛，下一次就不敢再碰了，他就停止这个行为了。这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那良好的后果是什么一个例子？比如说在餐厅，你一个新的餐厅，你想试试看好，进去以后哇，服务很好，然后食物很好吃是一个良好的后果。你尝试之后一个好的后果，那你就会增加你的行为。下一次你又会我还来，我还要叫我的朋友，叫我的朋友一起来。所以那个好的餐厅慢慢就会很多人排队去等，就是因为好的后果会增加行为，就是那么简单。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这些也不是什么大的道理，不是那么深奥的学问，它不需要深奥啊，它实用就好了呀。对，对，实用就好。对啊。但是我想提醒一些父母啊，你这么简单，你觉得那么简单，那你平时是怎么？对，你有没有用这一套呢？你注意了没有？有没有应用？对，你关心了没有？对，你有没有应用在管教小朋友的那个这方面上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的小朋友啊，你带他去逛商场啊，然后经过糖果店或者是玩具店，对，很典型的例子。他说爸爸或者妈妈，我要糖果，然后你说不，我不买糖果给你不健康，对你不好。然后他说不，我一定要糖果。然后你说不，我就不买给你。我就不买给好，开始吵了。然后你可能在广场上、商场，你都会看到有些小朋友开始哭了，大哭起来，大吵大闹，然后呢，在地上滚来滚去，我要糖果，我要糖果。然后父母呢，这里呢开始怕了，怕什么？旁边的人眼光，对，眼光。就是其他的人经过，哇，那么丢脸，哇，这个父母哇不懂得教孩子，或者是哇那么丢脸，开始有目光看来父母怎么做呢？有些父母他说哎呀好了，不要那么投降了，你不要哭了，我买给你吧。对，投降了。好了，我好进去买给你了。那就出问题了，你就输了，而且还要反复的。他认为这是好的行为啊，我可以继续这么干啊。对，刘教授，你说的对。刚才我说的那个行为还有后果，你说很简单的，但是你要留意自己给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因为大吵大闹就是不好的行为，对。但是后果是什么他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认为这个方法有用，对，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认为，我这样做我就能得到糖果。下次我还想糖果，我还是这样做。对，这样理解吗？他就是对，所以呢，他就学到这个学习过程嘛，他就学到，哎呀，只要我大吵大闹，越大声越好，因为旁边的人就会开始目光来，然后他就大吵大闹一个不好的行为，导致一个好的后果。好的后果，因为我可以得到糖果，所以他就学到大吵大闹会有糖果，不好的行为，但是有好的后果，那就是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你叫了一个，就根据这个方程式，这个行为方程式不好的行为，但是有好的后果，他就继续有这个不好的行为，所以他下一次又会大吵大闹。对，所以呢，要留意自己给了怎么样的后果给你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我们在讲这个人之初性本善以前我们这老一辈的孔子说的，对吧？是来自于《三字经》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叫做人之初。这个叫人人之初性本恶是谁说的？荀子。对，可能是荀子说的嘛，不是荀子是荀子荀子说的人之初是性本恶其实 Justin 我们到现在这个社会上来判断的话，我觉得从你的课程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人之初是性本无的。
对，他的性格都来自父母给的呀。真的，是不是这样来理解呢？就我生出来，就像你讲的，我良好的结果，我的行为，我换来的一个良好的结果，就是 OK， 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今天我不良好的行为，我又换来了一个良好的结果，那这个是人之初是什么呢？性本恶了。那说实话，它是个零。对。就是我们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学习能力都是 0 零。那你的父母告诉他，你哭你闹，你就有糖果吃。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你父母给他灌输的一个概念：人之初性本恶，只要你有闹，就有糖果吃。对，能这样理解吗？有教授，对，这是非常准确，对。所以你想表达的就是。所有孩子的未来的结果都来自于父母你给予他的小细节的教育，真的，对吧？所以，对柳教授真的一度道破，对，一语道破了，对，真的是一个智慧，真的。所以，真的管教小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是啊，不容易的，对，不容易的，所以。你会不小心就堕入了那个深渊里面去了，深渊里面，对，错误的范畴里面了。对，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好啊？他也希望啊。对，可他方法可能错了，只能这么理解。对，没有留意自己给了什么样的后果，给了给了小孩子，对，没有留意自己的行为，所以呢，就犯了这些经典的错误。是的，对。好，谢谢你继续。没有，但是真的，刘教授，你真的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是一个智慧啊。所以父母要小心自己的一言一语呢，真的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对。所以后天的这个教育非常重要，关键，非常重要。对。所以你刚才说了一点很重要，就是每次哭呢就得到糖果所以他就知道大吵大闹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呢，真的要小心所以天下父母心呢，不有爱心不等于要溺爱。对不对？对，所以想小朋友开心当然，但是如果他不好的行为你就投降了，那其实是害了小朋友，真的是说了重了一点，但是真的如果当那一刻真的可能要硬下心来，可能小朋友都哭到脸都红了，对，但是你也要坚持。真的，因为你是为他的好，你才不给他，对，你给他种下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因，他才能长大了结一个好的果嘛。对，所以呢，所有都是从小他的环境的影响，长大就变成什么样的人。是的，小的时候他大吵大闹就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成年了，哇，怎么办？他不理别人的感受就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影响别人那怎么办呢？那怎么能够做一个有用、贡献社会的人呢？所以真的，小朋友要从小就要建立好的一个习惯，建立好的一个行为，对，好，所以。常常说，说开一点点，有些夫妻都说，哎呀，我想改变他的行为。一些夫妻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我们也有些夫妻的问题要找行为治疗师的，是真的，要找这个因不只是对，所以呢，其实好的行为呢，其实是应该要赞赏他们。对的。所以呢，
我可能是觉得华人这个文化常常都是住着别人的弊病，种着别人的弊处去找出来，然后去骂或者是什么。但是别人做的好的东西，你有没有给赞呢？你有没有鼓励呢？其实都很重要的，所有都要平衡。好的东西你要赞，你要鼓励，它才会增加，才会推动他的好的行为。是的，不好的，当然不好的你会骂，你会给一些反馈，给一些意见，他才会减少行为，那是没问题。所以也要平衡，所以我也希望父母，如果小朋友做得好的地方，真的赞一下他，赞美都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对，好，所以我在这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没事，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好，对，我举一个案例吧。因为我在加拿大都好几年，然后都看到不少的案例，在这里分享一个挺有趣的。好，就是其实是很典型的，就是一个学校那个小朋友都已经3年级了，3到4年级都已经差不多9岁那样子就7到10岁那样子了，就是普通的学校里面，然后教室就有30个学生吧，然后每一次数学课，这个小朋友呢就大吵大闹、发脾气，然后呢影响到整个上课的进度啊，影响到其他的同学都学不了，因为整课呢，那个老师都要处理这个小朋友啊，他很暴躁啊，丢东西啊，然后拍桌子啊，那样子，就是行为很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老师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后就告诉父母，然后父母呢就找行为治疗师去帮手。所以呢，我就想了解那个情况，所以我就问那个老师我就问根据刚才说的那个工程师，就是前因行为后果嘛，我就要问那每一次他有这些行为之后有什么后果？对，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因为呢，他每一次那么大吵大闹，影响到我们，所以呢，然后他的行为不可以接受，太没有礼貌，没有规矩，没有秩序，所以我就送他去校长室然后好 ，OK， 校长室，那之后怎么了？然后我就跟校长谈一下，我就问校长，那最后你跟他这个小朋友说了什么？然后校长就说我就训话他一顿，然后呢，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叫他的父母来接他回家，然后给父母就见他的父母，然后跟他父母说他这些行为学校不可以接受。OK， 好啦，前因后果出来啦。后果出来了。对，每一次他大吵大闹，他就不用上数学课了。对了，这就是他的果。每一次，对他的果，他就可以回家。然后我问父母那你接他放学，那去哪里啊？我见他那么心情那么不好，所以我就带他吃冰淇淋。明白了，所以他每天数学课就大吵大闹，因为他之后可以吃冰淇淋。对啦，这就是他想要的果嘛。对，他学到了每一次有这个不好行为，就会有对他来说好的后果。
所以他每一次都这样做，所以每一天都有这个问题。那我就明白那个后果了。那个前因是什么呢？前因是一下子很难去了解的，因为可能是很复杂很多因素的，所以我先要剁手，先要处理那个行为，因为我是行为治疗，我要先处理那个行为不良的行为。是的，对，所以呢，我跟那个数学老师说，下一次我会叫那个小朋友，他要举手，然后说不好意思，老师，我要出去一会儿。我让他有礼貌的，别去，就是很适宜啊。你有礼貌的跟老师说，老师不好意思，我要出去一下，走一个小小的休息，对，那样子。然后数学老师说，哦，好啊，他自己举手，起码他不会大吵大闹。起码不会影响其他人嘛，对，那已经减少很多麻烦的。好，我没问题啊，他举手出去，我让他出去没问题。对，然后我跟父母说我会让他很有礼貌举手出去。然后他父母就有一点点就疑问，那就说 Justin 啊，你让他出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啊。他出去那怎么学习数学呢？那这么样下去怎么办呢？那我就反问他，那他在课室里大吵大闹，又会学到数学吗？对啊，学不了啊，学不到啊。所以你勉强他在课室里学不到数学，还要影响其他小朋友。其他的家长也会不开心，所以不如你先改变他的行为，再来改变其他的。对，改变，对，让他先出去休息一会儿。哦，好，那所以第二天就先用这个办法。没问题，我那个小朋友真的听我说，然后他就举手老师，我要出去一下休息。然后他就出去但是我也要跟另外一个老师沟通，因为他不可以自己一个嘛，在学校逛来逛去也也很危险，所以我跟那个老师刚好那个老师有空档的时间有空，刚好他也是数学老师，他叫另一班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之后呢，这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之后呢，我会想你帮一下他的数学，但是在这1-2周，先不要教他数学，先带他去逛一下，甚至他如果去学校的出场篮球场去玩一下都没关系，因为他先让他觉得举手出去就可以玩，他就会继续这样做对，所以他之后2周呢，这个小朋友很乖，每一次举手我要出去，然后他很开心因为他出去玩嘛，对啊，所以他就继续。然后2周之后呢，我就慢慢请另外那个数学老师帮他数学了但是呢，很慢慢的，先是5分钟的数学，然后是15分钟玩，然后慢慢增加，然后就跟他说你要先做完5条数学题，你才可以玩。他有听了，对啊，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时间是做数学，慢慢的他出去其实是学数学，慢慢他的数学成绩越来越好，跟得上其他的同班的同学了。对，父母开心，
老师开心，然后原来我之后跟他聊天才知道，他其实他觉得那个原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教的方式他不喜欢，对太他的枯燥了，方式，对他很多都是这样啊。但是我跟你对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啊。好，我这一辈子学东西都很快，也很容易。但是呢，我以前不爱读书了，我是个小混混啊。小时候啊，好，我因为一门课程，我到现在哈，这门课程我还是0分。哇，英文真的吗？真的啊，看不出来，我英文很烂哦。你看啊，我从这个大学的入门考我是保送的，是用专业成绩保送的。哇，到硕士也是，厉害，我所有的面试都是专业成绩保送进去的，就唯独一门课程叫做语言，语言是我最差劲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就按你的方法来讲前因后果哈，来推我以前的这个因好不好？好，我以前在初中哈，就是我们讲国中啦，就中学，中学我很喜欢打架，运动课程什么我都 OK， 爱玩翘课都没问题。但是我的其他课程永远不落下的，只有一门课程我会逃课，就是英文。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这个英文老师第一次上课就把我打了。哇！就我这一辈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英文课老师把我打了，而且侮辱我。从此以后他的课程我再也不上了。那就是因了，这就是因嘛，就你今天课程讲的因嘛，对不对？对。从那时候开始，我只要看到 English， 我头就大了。这个影响很大的。你别看这种小行为，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看，我现在跟这个外籍人士在做生意也好，或者谈学术交流也好，我都要有一个翻译师，没办法。但是我们谈内容，专业内容，我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那我也尝试说，是不是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是不是也再去背单词啊，再去学习一下？没办法，你今天背了，明天就忘记了。因为你的内心当中、潜意识当中已经拒绝了这个因了，对，种得太深了。所以你今天讲的课程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因，如果家长们你们不把自己孩子的这个因找出来啊，可能你要影响他一辈子就跟我一样要影响一辈子的就这个道理。对，真的不要看少这个因的影响，后果的影响，对，就会影响行为。所以呢，真的不可以看少。对，所以呢，真的，最后故事最后呢，就是他跟我说他不喜欢那个数学老师，对啊，所以他就大吵大闹。对，如果你再大我个10几20岁，你当我的老师，我今天很成就非凡了。我今天英文肯定讲得很好的。对，所以真的，所以希望所有父母都会不要觉得成因行为后果很简单的，其实这个很重要啊，对啊，很重要。对，现在在线上听的家长们，你们特别注意啊！今天 Justin 讲的这些都是你别看起来很粗浅这些都是很深重的东西啊。真的，对，不可以看少。这是我这边有2个问题问你这是网友问的第一个问题，这是你今年几岁？看起来好年轻。我今年27岁。哇，好年轻啊！对，还好啦，哈哈哈。OK， 第2个问题，这个网友问如果我发现我的孩子有这种症状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因为我老是他哭了，我就给他买糖果，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怎么办？对，当然呢，如果你已经常常是这样子的话，你突然不给他，他就会情绪大爆发，他会你前所未有的那样大脾气。所以呢，慢慢来，不要一下子就中断那个联系，对，是慢慢减少那些。因为他现在孩子的潜意识一定是认为，原来我的这些流程都是正确的，
对啊，我要糖我就哭，这是他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要改变他，一下子改变是很难的，要慢慢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慢慢来，一步一步的，真的不可以一下子那样子。但是如果真的想去改变行为的话，也要根据就是前因啊，就是还有后果。对。但是如我一个小小的一个 tips， 就是小小的建议，可能呢，当在那个时刻，你要先冷静，让他冷静下来。比如说他大吵大闹，我们第一样东西呢，要处理是情绪，要先让他深呼吸，慢慢冷静下来，才可以沟通的。他大吵大闹，你还跟他说话，只会刺激到他。所以呢，讲什么话都没用的。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所以要解决问题，先要冷静下来。当然，你自己也要冷静，对，小朋友发脾气，脸都红了，你自己都很不安、很紧张，对，你也要冷静。可能，比如说他在广场人多的地方，你先带他去人少的地方先。对。你跟他说啊，不要说什么，先不要说什么，然后先慢慢带他去近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然后说你要时间静下来，我们静下来再谈好不好？就跟小朋友沟通，慢慢来，慢慢沟通。OK， 对，慢慢来。然后可能我小小的建议，可能避免眼神看着他。因为你看着他呢，他觉得你看着我，他其实哭呢，是哭给你看的，对不对？如果你不在，他哭给谁看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要在他附近，因为你就是安全的考虑嘛，你不对，你不可能让他自己走嘛。但是在附近，但是不要只看着他，就不要就在他旁边。不要看着他，然后说你要冷静，你要深呼吸，慢慢静下来，然后呢再去处理。可能谈道理会听，如果谈道理不听的话，你就会要想其他方法，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其他的选择，比如说他喜欢其他的东西，他就不可以给他糖果，但是比如说他喜欢改变方法你可以给他其他的选择。布娃娃，对，我给你个发卡，我给你买个文具。但也要小心，他可能他知道得不了第一样，他也得到第二样东西，也要小心。但是起码是东西它没有那么就不是直接的直观，对，或者是他喜欢打球，那你就说我们回家可以打球啊，那就分散他的注意，他的注意就不在糖果了，他可能想到可以打球可以你可以跟朋友打电动，比如说打电动都可以啊，对，就这些的方法都可以试试，或者是这是后果的一个方法，但是我前因呢也有好多种方法，比如说你要小心，如果他在肚子饿的时候经过糖果店，他当然要吵着要吃糖果，所以前因可能是他肚子饿，所以你不要在吃饭的时间带他去那里逛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啊，你就是诱惑了他，对不对？所以前因也是很重要，所以很多的方法了，这是每个小孩不同，每个父母的情况都不同。这是啊，就说我们比如对，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是自作聪明也不知道对不对他们会采这种所谓的任务制奖励，你完成什么，我给你想要的东西，这个好还是不好？其实这个是好的，因为根据行为科学，
好的行为就有好的后果。如果但是你要事先跟他说好，你如果成绩好，你就会有糖果，那没问题啊。他如果真的100分了，好，我给你糖果，没问题啊。但是千万不要他哭了，大吵大闹了，不好的行为你才说好了，我给你糖果，那就有问题。但是如果事先声明你有好的行为，你拿100分，没问题，有好的后果没问题，这是好的，这是好的一种交易方式吧？我们在讲这种好的交易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好，对，是没有问题，但是也有考虑，就是你就要知道，他是因为糖果他才努力学习，他就没有内在的对学习的渴望对好学。对好学那个心你就忽略了，所以要小心，不是不好，但是你要考虑这一点，你也要培养他对学习的好奇渴望，对才好。你常常只说有100分才有糖果，那如果有一天没有糖果他就不考100分了，然后就都没有糖果，就担心这个结果嘛。你看对，你就担心。还有现代的父母我们再来判断一下其他的因素。还有现在的很多的父母害怕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会输给别人拼命的给他补这个课补那个课，你觉得合不合理啊？真的过度的是不好的，不好的对，过度的真的不好的，应该在他的自然成长过程当中去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能够真正喜欢去学习的东西会好一点，对吧？真的，如果一下子就好像填鸭那样子，其实呢，他就失去兴趣了，他没有自己的未来跟方向了。对，因为你给他那么压力，其实很负面的，所以他都头痛了，对啊，他的头都大了，所以根本都没有培养到他们对学问的一个渴望好奇好学，对啊，好奇好学，所以其实太过填鸭式的，太过大压力都不健康的，所以我都不建议。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Chesty 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都差不多到尾声了，所以我这个 PPT 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有问题或者是跟我想做个朋友，这是我的 Facebook Justin Nguyen， 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我们的 Justin 的 Facebook， 对，或者是 WeChat， 我的账户就是 Justin NG29。OK，NG29，也可以联系到我。好，然后我 PPT 就到这里了，对，要分享的差不多了，对。OK， 谢谢 Justin 今天来到我们造世界什么都聊，非常感激你，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参加我的直播。好，谢谢刘教授，谢谢欧波米，谢谢所有观众粉丝的观看，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今天的造世界什么都聊就进行到这里，